如果你深夜回家，突然有个老头拉住你要喂你鸡蛋吃，你会怎么办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是我搬到这个小区的第3天，看着老旧的楼梯和斑驳的墙壁，我安慰着自己，一个人住在哪都一样，况且这能省下不小的花销呢。这天下了夜班的我刚踏入小区，那周围一瞬的寂静，以及若有若无的路灯，不免让我心里发毛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哼着歌给自己壮胆，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起来。走到楼下的我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伸手擦下额头冷汗，用力地咳嗽了一声。可惜声控灯没有亮，我再次尝试了一下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不会吧，这也是坏的？我有些绝望地看着漆黑的楼道，身上的汗毛不自然地竖了起来。我纠结了一阵，还是鼓起勇气，借着手机的光亮一步步走上楼梯。刚走几步就闻到楼梯间弥漫着一股菜香味，这让本来饥肠辘辘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就在我回味时，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衣角，我下意识地想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恐惧，放声尖叫，瞬间后退了好几步，企图挣脱那个东西。你回来了，吃个鸡蛋吧。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，我定睛一看，2楼的拐角处竟然坐着一个老人，手里还递着剥了一半的鸡蛋。可我刚才为什么没注意到呢？爷爷吓到你了，对不起呀。老人声音低沉地和我道歉，见到老人认错态度好，我便也没说太重的话。爷爷，大爷您认错人了呀，我不是您孙女，您真是吓了我一跳，现在心还砰砰跳呢。太晚了，赶紧回家去吧。不是我孙女儿，那我孙女儿呢？她还没放学吗？我看着眼前一脸无辜的老人，意识到他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。大爷您住在几楼啊？我就住3楼。老人指了指楼上，大爷我就住您楼上，现在太晚了，我送您回去吧。只见老人摆了摆手，不用了，我还要等我孙女儿呢。你要吃个鸡蛋吗？老人笑眯眯地再次举起手中的鸡蛋，我还是婉拒了老人，转身回了家。因为工作太忙，我转头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。隔天下夜班后走进小区时，才又想起了楼道没灯这件事。但意外的是，今天的楼道竟然是亮的。这个世上真的有雷锋。刚从2楼往上走时，我下意识地望向拐角，老人真的坐在那里，手里依旧握着一颗鸡蛋。他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微眯的眼睛猛地睁开来，昏黄的灯光下是一张皱纹纵横、面色无暗的脸。他的嘴巴咧了咧，露出黄牙，冲着我笑。一种莫名的恐慌涌上我的心头，我下意识地后退了2个楼梯。你回来了，今天不黑了吧？吃个鸡蛋吧。大爷您又认错了，我不是您孙女。大爷这灯是您安的？我意外地问。老人点了点头，一脸傲娇，甚至还有些害羞。您老可真棒。我冲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不过下次登高的事情还是让年轻人来做吧，毕竟您岁数大了。我身子骨硬朗得很。老人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，速度特别快，我生怕他一个不留意扭到了腰。我看着老人总觉得哪里不太对，可是一天的疲惫让我来不及多想，匆匆回家休息。很快就迎来我的第3次夜班，因为贪凉的关系，我的胃开始不停地折腾。回家走到2楼转角时，冷汗已经把我的衣服打透了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我2只手捂着胃，早就疼得说不出话来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，老人早就不见了踪影，桌上只有2颗水煮蛋。护士，送我的大爷在门口吗？我问巡房的护士。护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体温计给我。你只是肠胃炎，并没有发烧。隔天出院后，我想着去感谢一下大爷，但敲了许久的门也没有人应声。难道是出门锻炼了？想着晚上他应该还会坐在楼梯口，便先回了家。可到了晚上，我再次下楼，却发现那个拐角只有一把凳子，但不见大爷。想了想，我再次去敲了他家的门，可房门始终没人开。我担心大爷身体有个好歹，就给物业打了电话，希望工作人员可以来看下情况。你确定是这家？物业经理看了看3楼斑驳的房门，表情怪异地看着我。我点了点头，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叙述给他听。你确定自己没记错？物业经理的表情变得扭曲，说话声音有些颤抖。可301早就不住人了呀，这家原先是有个老爷子，还是老年痴呆，但是他已经去世4年多了。啊！我震惊地睁大了眼睛。老人是个苦命人，无儿无女，一手带大了领养的孙女，可孩子在上学路上出了意外，
后来老人得了老年痴呆，去世后这个房子就一直空着了。那我每天晚上见到的是……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，但仔细想想，反而也觉得没那么害怕了。这个老人家尽管忘了自己是谁，却时刻想着等孙女放学。他也总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孙女吃。之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大爷。我猜他和孙女应该再次相遇了吧。他牵着孙女的手送她上学，孙女手里高高举着大爷包好的鸡蛋。我在某鱼上买了个2手手机，结果到货后发现这台手机竟然没有格式化。打开相册一看，原手机主人还是个高大帅气的男生，这下可赚到了。要是能借这个机会发展一下关系，嘿嘿嘿！我一边想入非非，一边美滋滋地欣赏帅哥的盛世美颜。指尖一滑，翻到下一页时，我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手机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？我仔细看这张照片，那还是我高中时拍的。我扎着马尾，穿着校服，一脸青涩。这张照片离现在都快7、8年了。原手机主人为什么会偷拍我，还把照片保存这么久？难道他是个偷窥狂，要对我意图不轨？不对呀，那为什么这些年都没下手？我继续翻着手机里的照片，1张、2张、3张，越来越不对劲。这些照片记录了我从高中到大学，再到参加工作的时光。最近的一张是在几个月前，我和闺蜜在海边的时候。原来这么多年都有一个人在背后偷偷看着我，这怎么越想越瘆人呢？简直细思极恐，我的冷汗直往外冒。这丫绝对是个变态，幸好我掌握了证据，不然都不知道自己离危险有多近。正当我想报警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小姐，有您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我想都没想，直接说先放门口吧。说完这句话，突然回过神来，不对呀，我都没买东西，哪来的快递？我屏住呼吸，僵硬地看向门的方向，手指不自觉颤抖起来。门外的人应了一声，把东西放下走了。我蹑手蹑脚跑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到外面没有人，我小心翼翼扭动门把手，左右环顾后把快递拿了进去。打开快递，里面居然装着一套性感内衣。我拿出来一看，好家伙，连尺码都合适，谁这么恶搞我呀？我有些疑惑，脑子里第一个闪现的是我闺蜜小关。小关在这方面总是有很多大胆的举动，去年生日还送了我一个小玩具，所以今年送我情趣内衣毫不奇怪。只是距我的生日还有1周时间，想来是她的礼物买早了。我打开手机，正要跟小关说收到了，正在此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，送你的这套内衣喜欢吗？穿上我看看。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这人是谁？什么叫穿上我看看？我看了看周围，又把家里的房间都转了一圈，没有人。到这里，我可以肯定这内衣不是小关送的了，他不会那么无聊。是谁恶作剧，我也不想知道了。我把放内衣的快递盒丢在鞋柜旁边，已经快10点了，明天还要上班，我得赶紧睡了。我麻溜钻进被窝里，刷了会手机，还把刚才的事告诉了闺蜜，让她帮我分析是谁要整我。闺蜜很久没说话，我的眼皮也撑不住了，拿手机的手垂在床边，倒头睡了。半夜，我迷迷糊糊听到门把转了一下，我微微睁开眼，撑着身子仔细听了会，又没声音了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声音，又躺了下来，点开手机看了眼时间，凌晨1点。映入眼帘的还有一条闺蜜的消息，我点开看了一眼，瞬间睡意全无。有没有可能送你内衣的人就是手机卖家？这条消息吓了我一大跳。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，那么卖家已经知道我的地址，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根本无法想象。我手抖地发过去，不会吧，别吓我呀，大晚上睡不着了。闺蜜估计早睡了，我却彻底被吓醒了。本想开灯给自己一些安全感，这时我又听见了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声响，好像是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，我不太确定，于是屏住呼吸，光脚下地，把耳朵慢慢贴近卧室的房门，感觉有脚步声渐渐离远，好像进了厨房。再从厨房出来后，推门去了隔壁的卧室，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家里真的进人了。我在网上买到了没格式化的2手机，里面居然有我的照片，而现在那个机主就在我的客厅。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家里真的进人了。我脸色陡然变得苍白，全身止不住的发抖，极力不发出一丝声音。我贴着房门蹲了下来，手指颤颤巍巍拿着手机，刚输入110要拨打电话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警察就算赶到我家也需要时间，何况我现在说话，外面的人肯定能听见，万一他急了那就糟了。
我沉下心，编辑短信给12110，警察，我家进了人，就在客厅里，我现在很危险，请你们赶快过来。我家在马吉小区3单元5楼507房间。拇指一按，消息立刻发了出去。正当我稍微松了口气，耳边响起3下敲门声，沉重有力，我的心脏快要跳出来，整个人都蜷缩在墙角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随后我听到一门之隔的外面传来一个极为温柔低沉的男音，他一字一顿，仿佛正在盯着一个已经进入牢笼的猎物。徐真真，我知道你没睡，我要进来喽。我逃也似的跑到床上，用被子把自己捂住，抖得像筛糠一样，我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外面的人转了转门把，发现门从里面锁住了，他猛地抬脚踹了一下，行径粗鲁暴躁，可他的声音依然温和，一声声引诱着我。出来吧，把门打开，我看见你在被子里呢。我蜷缩在被子里，嗓子里像塞了团棉花，极度的恐惧让我说不出话来，他的力道越来越大。我听到了木屑的破碎声，透过被子一角，我看到了一只邪恶的眼睛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嘴角勾起诡异的笑。你还是和从前一样不听话，我真的要生气喽。男人温柔地说完这句话，一脚将门板踹倒，门板的轰塌声重重地落在我的心上。男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黑暗的光线下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看到他2排白森森的牙。他在笑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猛地从床上跳下来，钻进了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门相对而言坚固一些，就在我以为他能替我挡一阵时，男人猛地撞了过来，下一秒他的半个身子探了进来，嘴角扬起玩味的笑。我忍不住尖叫起来，恐惧和恶心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我吓得瘫倒在地上。徐真真，你怎么这么胆小，一点都不好玩。男人勾起我的下巴，有些遗憾地说，求你放了我。我小声的哀求。放了你？怎么可能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男人温柔如水，用手指碰了碰我的嘴唇，冰冷的温度让我忍不住哆嗦了一下，用2只手拼命地向后，最后贴到了卫生间的墙壁。怎么办呢？无路可逃了。男人嗤笑着问，你别过来，你要是再敢走一步，我就跳下去。我的话音还没落，男人就挑衅地向前了2步，下一秒我被他轻而易举地拽起来，然后把我的脑袋塞到窗外，风和泪水不停地往脖子里灌。你不是想说要从这儿跳下去吗？我现在就成全你。男人轻描淡写地说完后，托起我的整个身子往窗外送，身体完全腾空的刹那，我真的怕极了，忍不住尖叫起来，2只手拼命地想要抓住窗沿。面对我的胆怯，男人冷笑着奚落着，既然你不想跳楼，没关系。他把我丢在了角落。我想到了一个新死法。说罢，我看见他掏出一把利刃，直直地划向我的脸。我惊恐地尖叫一声，头一歪晕了过去。一杯冰水无情地泼在我的脸上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人已经靠在了床上。想到之前恐怖的一幕，我伸手想要摸摸自己的脸，抬手时发现4肢被他绑了起来，根本动弹不得。放心吧，你目前并没有毁容，不过一会儿就很难说了。站在床边的男人突然开口，这一瞬我终于看清了这个男人的脸，竟然和手机里的相片一模一样。是你卖给我手机的人，怪不得他能叫出我的名字，因为订单上我用的是实名信息，所以送性感内衣的也是他。是不是很惊喜啊？你到底是谁？想把我怎样？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弱弱地从胸腔中挤出一句话，你竟然不记得我。男人遗憾地说。我偷偷地瞄着他，男人的五官很俊俏，很符合我的审美，可惜我并不认识他。我连忙摇摇头。你不记得我就算了，可我记得你，这么多年每一天我都没忘记。男人的脸一下子冷了下来，我吞了吞口水，不敢吭声。那这个呢？他用力扯开自己的衣服，我看到一条如蜈蚣般长长的疤，将胸膛撕成2半，让人毛骨悚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男人突然像疯了一样笑了起来，脸上写满了阴鸷。徐真真，我有今天都是拜你所赐。他突然扼住了我的脖子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叫王帅，是帅气的帅，不是衰败的衰。他一字一字地吼道。王帅这个名字让我莫名的熟悉，可记忆库里却没有这个人的痕迹。抱歉，我真的不记得你。还真是讽刺，这么多年我做梦都想见到你。王帅笑着看向我，阴森森地说，然后将你狠狠地踩在尘埃里。我还来不及开口，他竟然哼唱起来。胖头鱼叫王帅，
又胖又丑没人爱，见班花口水淌，哭着喊着做新郎，耳又聋眼又花，就是一只癞蛤蟆。听着他的哼唱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终于想起眼前的这个人是谁，怎么可能是他？惊悚从我的脚底蔓延到了天灵盖。我在某鱼上买到了没格式化的二手机，里面居然有我的照片，而现在那个机主已经闯进了我家。胖头鱼叫王帅，又胖又丑没人爱，见班花口水淌，哭着喊着做新郎，耳又聋眼又花，就是一只癞蛤蟆。这声音让人不寒而栗，我终于想起来他是谁了。怎么会是你？我瞪大眼睛。高中时代的我因为家庭条件优渥，加上学习好长相佳，身边的人都拼命地讨好我。我在学校里格外嚣张。高一时班里来了一个转校生，名叫王帅，老师安排他做我的同桌。那时的王帅又矮又胖又丑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，一开口脸就红，就是个小透明。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许真真，王帅说他喜欢你。一个男生戏谑地对我说，我从小到大不乏追求者，可是被王帅那样的丑婢喜欢，感觉是天大的耻辱。我气哼哼地回到座位，王帅小心翼翼地将一盒小蛋糕推到我的面前。吃块蛋糕吧，甜食能让人的心情变好。谁喜欢吃你的破蛋糕？和你的人一样恶心。我气呼呼地拿起蛋糕直接糊在他的脸上。王帅被我的举动吓坏了，怯怯地看着我。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？你活着就是个错误，我咬牙切齿地说。王帅落寞地看了我一眼，伸手抹了抹脸上的奶油，默默地走出教室。我迅速找老师换了座位，却没能制止流言的传播。只要我和王帅同框，同学们就开始起哄，看戏一般对着我们不怀好意地笑。王帅的存在仿佛将我钉在耻辱柱上，让我抬不起头来。许真真，你和王帅的婚纱照被贴在了黑板上。早晨，一个同学从班级里跑出来，幸灾乐祸地对我说，我和王帅的学生照并排贴在黑板上，照片的周围画着彩色的气球和鲜花，最上边写着4个大字：新婚快乐。班级的同学开始鼓掌起哄，祝我们早生贵子。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炸开了，抓起板擦发疯似的在黑板上乱蹭，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。男主角来喽！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同学把目光投向出现在门口的王帅。黑板上的婚纱照是你布置的吧？还真是用心良苦呢。赶紧向许真真求婚，说不定她就会答应你。有同学开始起哄，不是我做的。看到黑板上的内容后，王帅脸色煞白，连连摆手。看着他那张对不起观众的脸，我烦躁极了，抬手将板擦狠狠地丢了过去。板擦砸在王帅的肩膀，然后落在地上。你这只癞蛤蟆，赶紧滚开！我的话音刚落，王帅眼里的光一点点褪去，小声地说了句对不起。我开始带头孤立王帅，同学们看我针对他，也乐得看戏，对他非打即骂。不善言辞的他越发沉默，整张脸上写满了灰败，就像是一颗快要枯死的植株。课间，王帅再次走向我，他的靠近让我浑身不自在，胃里都在不停地翻腾。那真的不是我做的。王帅局促不安地说，滚远点儿，我不想看到你。我烦躁不安地想要尽快赶走他，害怕我们又成为焦点。不是我。王帅的眼角挂着泪珠，想让我相信你可以，你现在就死给我看，用死来证明你的清白。我轻蔑地看着王帅，嘴角衔着笑。王帅脸色苍白，愣愣地看了我几秒，然后无声地走出教室。不久，窗外传来一声巨响。许真真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王帅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脸颊，掐住我脖子，手掌微微用力。我缺氧到喘不过气，两只被绑起来的胳膊奋力又徒劳地挣扎。我没死成，你一定很失望吧？他的笑容越来越夸张，可丝毫没有温度。我看着他发疯似的大笑，直到我快翻白眼了，才大手一松，我肩膀剧烈耸动，头一次这么贪婪氧气，大口大口呼吸着，无助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，用力地咬住嘴唇，拼命摇头。王帅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其实你跳楼后，我真的很自责，每天被噩梦困扰，我还得了抑郁症。后来一个心理医生帮我封存了那段记忆。放了你，说的轻巧。你感受过被人羞辱、生无可恋的味道吗？你体验过骨头4分5裂的滋味吗？许真真，在我的面前，你不配谈条件，这些都是你欠我的。王帅的双眼充血，他不停地在笑。放过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再次低三下四的哀求。哼，如果那天我没有跳下去，
你一定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我，又怎么会知道你自己是错的？王帅的话让我顿时哑口无言。你现在的结局叫罪有应得。王帅说完这句话，举起刀对准我的胸膛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命丧黄泉时，警察突然破门而入，也将王帅制服。泪眼朦胧中，我看到了墙边挂着的花，它的名字叫紫色风信子，花语是救赎和忏悔。每个人都渴望忘记过去的不快，尽情地拥抱今天。可是我今天的遭遇就是昔日种下的恶因。校园暴力会对一个孩子的身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雪崩到来时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我突然失明了，为了保证我的生活正常进行，我请了一个照顾我的保姆。某天清晨，我隐约看见我家客厅躺了一具死尸，我瞬间怔愣在原地。而此时，我家保姆就站在我的身后，我听见她笑盈盈地问我：“小夏，今天早餐想吃什么？”我不敢说话，甚至连大声呼吸都不敢。陈阿姨，我一贯这么称呼她。她见我半天没出声，又问了一遍：“小夏，你今天早上又没什么胃口吗？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路过我，极其自然地路过客厅，路过那具尸体，走进厨房。唉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早餐不想吃，晚餐也不想吃。陈阿姨似乎很是关心我，语言中透露着慈爱。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以后老了后悔都来不及。她碎碎念了许久，可我一句话也没听进去。我脑子里现在只盘旋着2个问题：尸体是谁的？怎么离开这里？我清了清嗓子，试图稳住自己有些紧张的声音：“阿姨，我还有些困，我想回房间再睡一会儿。”陈阿姨切菜声瞬间停止，我感觉我的呼吸都要凝固。你要回房间睡觉？她像往常一般轻声问着，可在我听来，她似乎是在阻止我回到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。我揉了揉自己的后脖梗，假装自己有些不舒服。陈阿姨没有再追问，她转过头，干脆利落地继续切着什么东西。我似乎嗅到了一股血液独有的铁锈味，她该不会是在处理？阿姨，我悄悄拧紧了拳头，额头上浮出一层薄汗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回房间了。还没等我移动脚步，陈阿姨立刻叫住我：“小夏，等等！”我尽量努力平复急速跳跃的心脏，正常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吃了早餐再去睡吧。她提议着。反正你都起来了，不如简单洗漱一下，吃个早餐。我委婉说着，还是不麻烦了。早餐而已，怎么会麻烦？陈阿姨放下手里的刀，隐约看到她似乎要朝我走过来，我不想让她发现我的眼睛恢复了一些，便赶紧止住她的步伐。既然这样，我抿了下嘴，那我就先去洗漱了。陈阿姨又笑了一下：“去吧，早餐马上就好了。”我伸出手摸索着进了洗手间，浓郁的腥臭味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格外突兀。才迈了一步，我就觉得自己要呕了出来。他杀了人吗？他是在我家处理尸体吗？他就不怕我这个倒霉瞎子听到或者闻到什么不一样的异常吗？我连一点异样都不敢表现出来，强忍着胃里的翻腾，十分迅速且潦草地洗漱了一下，才转过身。我看见陈阿姨就站在我的身后，其实我能看见的距离依旧不长，而且视野模糊，但我明显感觉到她锐利的视线。身体一僵：“小夏。”陈阿姨温柔开口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：“早餐已经做好了，就放在桌子上。”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不敢在她面前展示出一丝不同寻常，便还是如往常一样，扶着墙壁，磕碰着桌子坐下。我摸到一个滚烫的碗，碗里盛着朦胧一片，看起来像是粥。我拿起碗里提前放着的勺子，在粥里搅动一下，微微咬了一小口，送到嘴边。陈阿姨提醒道：“还有点烫，你慢点吃，别着急。”我了一声，心思却完全不在这个上面，便极其敷衍地吹了2下就塞进嘴里。咀嚼间，我咬到一个软绵绵但很有韧性的肉块，下意识的，我把粥全部吐了出来，紧张间不小心打翻了粥碗，滚烫的液体喷落在桌面上，有些还落在我的大腿上。我能清楚感受到皮肤表面传来的强烈疼痛感，这突如其来的刺激不由让我叫唤出来。陈阿姨也被我吓到了，她赶忙给我递来了纸，我很想直接接过，但我不敢，只好咬紧牙，将手在空中挥舞着。陈阿姨，我需要纸巾。陈阿姨明显观察了我一下，我只能咬牙继续装成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。她等了一会儿，才将纸巾塞进我手里。哎呦，小夏，你怎么把粥吐出来了？有没有烫到啊？待我稍微收拾好后，硬着头皮解释道：“是我没吹凉就送到嘴里，结果烫着舌头了。”陈阿姨笑了笑，用哄小孩子的语气和我说着：“你也真是的，都让你慢点吃了，
怎么还能烫到舌头呢？他说完，还十分体贴地给我端来了水。喝点凉水缓缓吧。我点点头，凭借着杯底碰撞桌面的声音，向那个方向伸出了手。陈阿姨握上我的手背，把杯子递给我。我像触电般猝然抽离了手。陈阿姨皱着眉看向我，我的后背立刻发汗。怎么了，小夏？她凑近我，仔细打量我的面上神情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一睁开眼睛，客厅里凭空出现一具尸体，而此刻我只能极力掩饰我的眼睛可以看见东西了。陈阿姨凑近我，仔细打量我的面上神情。你看起来……我随即站起身，打断她的话。陈阿姨，我身上黏糊糊的不舒服，我想先回房间擦一下，换件衣服。她狐疑地看着我，但没多说什么。行，那我帮你换碗粥。回到房间里，我转身锁上了门，我的汗毛根根立起，大脑转得飞快。我现在该怎么做？要报警吗？报警！我开始在房间里寻找手机。当我几乎把房间翻个底朝天时，手机不合时宜地在客厅响起。刚刚我将手机放在了桌子上，我有些崩溃。想了想，从抽屉里拿出了防狼喷雾，这还是之前我想预防色狼的时候买的，没想到却在今天用上了。我苦笑一声，小夏，你的电话响了。陈阿姨在门外好心的提醒我，警觉地将目光挪到紧闭的房门上，咽了咽口水。要出去拿手机吗？出去意味着要见到陈阿姨，不出去意味着我拿不到手机。还在纠结着，敲门声再度响起。小夏，你开个门，你手机响了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我缓了缓心神，应道：马上来。小心拧开锁，我将门打开一些。陈阿姨拿着我的手机，就在我的身前。她没有第一时间将手机递给我，而是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裙子，而后问道：你不是说换衣服吗？怎么没换啊？我非常自然地说着谎，还没找到就懒得换了。陈阿姨哦了一声，把手机递过来。你电话响半天了。我从她手上接过手机，拽了一下，发现没有拽动。我掀起眼眸，不解看向她。陈阿姨微微抬起头，目光不断地打量着我的眼睛。半晌，她轻声问道：小夏，你这么精确拿到了自己的手机，是眼睛恢复了吗？陈阿姨顿时面露凶光，举起了手中的菜刀。我知道我再也隐瞒不住了。我望着陈阿姨手里明晃晃的菜刀，不自觉地吞咽了2下口水。我紧握防狼喷雾，准备给陈阿姨来个措手不及。突然，我的电话再次响起，是家政公司打来的电话。陈阿姨的目光短暂停留在手机屏幕上。就是现在，我举起防狼喷雾，冲着她的脸和眼睛一顿猛喷，辣椒水钻进了她的眼睛。陈阿姨疼得哇哇直叫，手里的菜刀也落在了地上。我不敢有一丝迟疑，举起床头柜上的相框，对准她的后脖子拼尽全力地砸过去。看着她软趴趴地倒在地上，我第一时间报了警。等我将陈阿姨绑好在椅子上时，汗早就打湿了我的衣服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，地上的尸体不见了，隐约看到痕迹去往了厨房的方向。一股腐臭味从冰箱里出来，我猛地拉开冰箱门，一张惨白毫无血色又熟悉的脸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这是男友的脸。我双眼通红，浑身颤抖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此时，警察的破门声在身后响起，案情很快水落石出。这位自称陈阿姨的保姆其实是个通缉犯，身上还背着2条人命。男友昨晚来我家看我，得知我在睡觉便没喊我，结果偶然间看到了网上的通缉信息，照片竟然是保姆的长相。他刚准备打电话报警，就被保姆用匕首刺死。保姆原本也想将我杀掉，恰巧碰到家政公司打电话随访保姆工作情况，他害怕我一直不接电话会让中介公司起疑，就没有对我动手。加上我的眼睛失明，方便他分尸处理现场，保姆决定暂时留在我家。只不过他千算万算，没想到我的眼睛会突然复明。我居然在家窗户上目睹了杀人现场。一个身穿雨衣的人左手高高举起刀，劈向倒在地上的人。凶手刚杀完人，刀还没有从尸体上拔出来，他就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宽大的帽檐下露出了一抹瘆人的微笑。我哆哆嗦嗦地拉上窗帘，试图拉开2个人的距离感。眼前的视线一下被遮挡住，脑子这时缓慢地转了过来。报警！我得报警！我差点要哭了出来，双腿发软蹲在地上，手几乎都拿不稳手机，慌忙地拨打了110。救命！杀人了！我脑子一片混乱，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女士，别害怕，您的地址是哪儿？警察安慰我说：马记公寓1号楼2单元804。警察的声音让我安心一些，顺利报出了家庭住址。我又继续说：我在窗口看见对面有个人杀人了，对面应该是4单元1栋6楼，而且他看见我了，他会不会继续杀了我？我说着说着，心跳得越来越厉害，
我知道我现在很恐惧，对死亡充满了深深的恐惧。好的，女士，我们马上就赶来，请你把家里面的门窗锁好，保护好自身安全，也请保持我们能顺利通话。我机械的连连答应。我踉踉跄跄地锁好了门窗，然后躲进了卧室的衣柜里。我还把灯给关了，装作家里面没有人。眼下周围一片黑暗，不过却让我安心了不少。我不停地看着时间，安静的空间里只能听到钟表时针转动的声音。短短几分钟，就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突然间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女士，你在吗？我是警察。有人在大喊道：“警察！太好了！”我挣扎着从大衣柜里爬出来，揉了揉发麻的大腿，走到门口。我正打算开门时，敲门声再一次响起。你好，女士，把门打开一下，我是警察。只不过这个声音好像是敲的隔壁的门，我瞬间就意识到这个警察是假的。我心里一根弦被紧紧绷着，意识到那个杀人犯是来找我的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的全身开始抖动。原来我这么怕死。等了一会，听见没有声音了，我扶着门一点点靠近猫眼，猛地，一颗的眼球被无限放大。我看见你了。杀人犯突然开口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叫出来。他不紧不慢地扣着房门。女士，请问你在家吗？我是警察。是你报警的吗？最后一个字，他尾音无限延长，进入了我的耳里，好像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我开始不由得全身发麻，紧张的气息向我涌来，我该怎么办？指针的转动声，为什么指针的转动声这么大声？为什么我眼前漆黑的地方出现了一丝光亮？好刺眼！耳朵里响起声音：“小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眼前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，突然手上的酸痛感袭来，发现我的左手被靠在床上。你是谁？为什么靠着我？这里是哪儿？我下意识地想要挣脱。别乱动。白大褂的身后有人在说话，这个声音好耳熟，好像是那个杀人犯的声音。我害怕地朝那个方向望去，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缓缓走来。女士，你昨天晚上报警说目睹有人杀人，经过警方的核实，发现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你。我是杀人凶手？绝不可能！我在窗前清晰地看到那个人的行凶全过程，他还是个左撇子。你看到的只是窗子上自己的倒影，你用右手拿刀将对方砍死了。旁边的医生解释着，我激动地大声辩解。昨天的一幕我看得真真切切，发生在我身上的细节我也记得清清楚楚，我怎么可能变成杀人犯？警方经过核实发现，你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作案期间处于发病期。一瞬间，我大脑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。你看到的只是窗子上自己的倒影，你用右手拿刀将对方砍死了。昨晚他们按我说的出了警，发现对面我说的楼层根本没有发生凶杀案。随后警察又来到了我的家，可是我却拒绝配合警察。一番焦灼后，他们只能强行入门，而我也在这时头疼欲裂，晕了过去。被害人也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，早已经咽了气，凶器上只有我的指纹，地板上也全是我的血脚印，还搜索到了我杀人时所穿的衣服。怎么可能是这样？我几乎抓狂。那我杀了谁？这是我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。是你老公。医生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，我再次崩溃，脑子里一团乱麻。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现场散落着很多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，我猜测应该是你老公想让你吃药，引起了你的反感。无法想象他当时该有多绝望，他最爱的女人将他推向了地狱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2月13号那天，我加完班已经快到凌晨，看着冷清的街道，我冲着停在街边的出租车招了招手。刚坐上车，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顷刻间豆大的雨滴就顺着车窗缓缓落下。我满身疲惫地倚靠在窗边，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感到一点点放松。然而就在我轻轻闭上眼准备打个盹的时候，手机传来的震动猛然把我惊醒。我看向了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现在已经是2月14号0点，与时间同时显示在我眼前的还有一条未读短信。点开后发现是一个未知联系人发来的消息：我喜欢你。看着这条未知联系人发来的短信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有人玩大冒险游戏输了，于是我只是敷衍地回复了2个字：谁呀？本以为只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，我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殊不知，就在我刚放下手机时，却再一次收到短信：你必须做我女朋友，否则我保证你绝对活不过明天。什么鬼？这人有病吧？我没好气地回复了他：神经病。之后对方便再也没有回过消息，我也不再理会。放下手机，重新闭上眼睛假寐，
窗外的暴雨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听着雨滴噼里啪啦落在车窗上的声音，不知为何，我心中竟莫名其妙生出一股烦躁不安的感觉。就在此时，我的电话又响了，幸好这次不是短信，而是语音电话。看着屏幕上2个醒目的大字，我不敢耽搁，赶紧按下接听键。小欧吗？今晚就辛苦一下，把方案做出来发到我邮箱。老板冰冷且不容拒绝的声音，瞬间让我觉得生活无望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只能假笑着说一些违心的话。接着我拿过随身携带的背包，殊不知人一旦倒霉起来，就连喝水都会塞牙缝。平时从来电脑不离身的我，今天偏偏把笔记本电脑忘在了办公桌上。想起同事小张还在公司加班，我赶紧拨打了他的手机。下一秒，看着出租车转进了那条熟悉的巷子，我的家就在这条巷子尽头。不知是否是因为下雨的缘故，今夜我总感觉分外孤独。打开朋友圈，除了有个别微商的广告以外，几乎被各种秀恩爱撒狗粮的情侣刷屏了。此刻再想到自己只收获了一个陌生人的恶作剧，更是喜提一次熬夜改方案的机会，是真够悲催的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到了家楼下。就在我刚进入楼道时，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，整个楼道的灯也在瞬间暗了下来。我拿出手机照亮，一路走到电梯前，可任凭我怎么使劲按，电梯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不会是跳闸了吧？我心里10000只羊驼呼啸而过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走楼梯了。爬到8楼，让很少运动的我腿都软了。看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楼道，我咽了口水，心中那股强烈的不安感再次涌上心头。不知为何，我总感觉在这片寂静的黑暗中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于是我不敢再过多停留，赶紧掏出家门钥匙。然而就在我刚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突然一双大手从身后紧紧捂住了我的嘴。霎时间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想要大声呼救却叫不出声，感觉身体也被牢牢控制。就这样，我被拖进了黑暗的楼道里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身后的男人一个闪身来到我面前，他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抹布，把我的嘴堵住，接着就想对我做些什么。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有生之年竟然还能遇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变态。我用尽全力挣扎，妄想能摆脱魔爪，殊不知就在我死命挣扎时，脚下一个踉跄没站稳，于是我就这样重重地从楼梯上摔下，撞到了后脑勺。在失去最后一丝意识前，我看向了那个侵犯我的人，奈何漆黑的环境下，我只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。或许我的命运就是注定只能走到今天，心里涌过万般无奈与不甘，但也只能与这个美丽的世界说声再见。2月14号0点，我惊吓着醒来，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：我喜欢你，似曾相识的情景。我按着太阳穴，头有点痛。这个噩梦让我冷汗直冒。天果然在下暴雨，随后又是老板的电话，我让同事顺路给我带笔记本，跟梦里的一模一样，只是我没有回复那条短信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2月14号0点，我惊吓着醒来，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：我喜欢你，似曾相识的情景，瞬间只感觉后背发凉，汗毛直立。我下意识地看向窗外，外面的倾盆大雨似乎在向我证明着什么。然而还没等我弄清楚事情的原委，就接到了老板通知熬夜改方案的电话。然后就是我顺其自然地打电话给同事，让他下班顺便帮我带一下电脑。此时发生的一切竟然奇迹般和我的梦境完全一致，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选择不回信息。对于这种变态，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不予理会。或许是看出我脸色不对劲，出租车司机满脸关心地问我：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晕车啊？司机师傅的一句话瞬间把我四处飘扬的思绪拉回了现实。我看向他，只不过一眼差点把我魂都吓没了。虽然我只能看到司机的背影，但总感觉这个身影竟然有几分熟悉的错觉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好在没过多久，车就停在了我所居住的单元楼下。直到看着出租车彻底消失小区里，我才稍微放下心来。与此同时，和梦境里一样，天空中突然一阵电闪雷鸣，接着楼道瞬间陷入了一片漆黑，电梯也在同一时间断电。有了上一次的经历，我很清楚自己马上就要遇到那个变态，于是我一刻也不敢耽误，直接一口气爬到了8楼。即使此刻我只感觉到腰酸腿疼，两眼直冒金星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我终于赶在变态对我下手前打开了家门。房门被打开的刹那，手机再次响起，原本以为是给我送电脑的同事到了，结果看到消息，我整个人瞬间如坠冰窖。你不回信息就代表你不答应，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会杀了你哦。是那个变态。我下意识地进屋关门，可惜为时已晚，一只手死死抵住了门。那个男人就这样从门缝中挤了进来，一把捂住我的嘴，然后狠狠将我按在地板上。我用力咬住了他的手，
唇齿之间开始泛出浓烈的血腥味。我能察觉到男人隐忍着痛苦，微微颤抖着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竟然把另一只手探进了我的裙底。内心的羞耻感让我用尽全身力气发起最后的反击。他似乎彻底失去了耐心，下一秒他停下了到处乱摸的手，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，意识开始变得模糊。在心跳停止的前一秒，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事，原来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根本不是梦，都是真的。果然，当我再次睁开双眼环顾四周，我非常确定自己此时正在一辆出租车上。车窗外的倾盆大雨，手机上那条熟悉的短信，一切都透露着我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死亡循环。然而最令人绝望的是，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走出这场循环。看着单元楼内准时断电的楼道灯和电梯，我彻底不敢自己回家了。我看向了司机师傅，张了张嘴，从嘴里挤出一句话：师傅，您能送我上楼吗？我可以给您加钱。听闻此言，我看到出租车司机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的犹豫让我直接将他排除了嫌疑人名单。我有幽闭恐惧症，我再次诚恳地向司机师傅开口。这一次，他终于下车，跟着我走进了漆黑的楼道。在得知电梯无法正常运行后，师傅耐心地陪着我步行上了8楼。这次我很安全地回到了家里，家里也断电了。我锁好门窗，拉上窗帘，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在家里顿时让我安心了许多。突然的敲门声吓得我一激灵，谁？我颤抖着问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我稍微放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。谁？我颤抖着声音问。是我，赵宇，电脑给你送过来了。听到同事的声音，我缓缓放下戒备，打开了房门。透过门缝，我看清了赵宇的脸。怎么不开灯啊？家里断电了，我无奈地说。我去看看。我听着楼道的脚步声走远，不久家里的灯亮了，我的心也回暖了许多。他递给我笔记本后便打算离开，我想着一个人害怕，便挽留他留下喝口水。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赵宇问。我还来不及开口，手机震动了起来。这个男的是谁？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吗？我瞬间崩溃，泪水控制不住。赵宇关心地询问我怎么了，有个男的想杀我。我举起手机给赵宇看，看了短信内容，赵宇安抚我。你打过这个电话吗？我摇了摇头。他拿过我的手机，拨了过去，片刻后皱眉。打不通。我要不要报警啊？赵宇帮我分析。你现在没出事儿，没有证据，估计没法立案。他在房间里帮我检查了一下，没发现隐藏的摄像头。短信又亮了。你要留这个男的过夜吗？外面轰隆一声，灯再次灭了，房间再次陷入一片黑暗。赵宇打开了电筒。是不是又跳闸了？我出去看看。我立刻拉住他，让他不要出去。不要紧的，我去看一眼就回来。说完，他打着电筒，轻轻地推开了门，随后把门合上。我贴着门，听着他检查电闸的动静。突然一阵哐当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砸在了电表的铁皮上，门突然被疯狂地敲响，我吓得往后退缩。随后是赵宇的闷哼声：“不救他，他肯定会死的。”我打开一个门缝，赵宇立刻将手伸了进来，我将他拽进屋，但是已经晚了，他的喉咙被割了一道口子，血鼓鼓地往外流。我胡乱地用毛巾帮他按住，但是无济于事。临死前，赵宇抓紧我的手，他睁大着瞳孔，停止了呼吸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心脏也漏了好几拍，随后才想到报警。但在我拨出电话的前一刻，我停下了。赵宇是因我而死的，如果我重来一次，他是不是就不用死了？我捏紧门把手，如果还得死一次，那这次一定要看清那个人是谁。我颤抖着手，义无反顾地打开房门，高举起手电筒对准他的脸。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自投罗网，愣怔在原地，看着他的颓废的五官，脑子里突然轰了一声：“是你！”我的心突然好痛。再次醒来后，看着窗外的雨，我泪流满面，心却无比平静。这个想要置我于死地的男人是我的前夫宋文杰。我们结婚后，我才知道这个男人神经敏感，还不求上进。当年为了维持家里开销，我在外拼命的工作，但每次加班回家后，他都会怀疑我跟那男人厮混，吵了很多次架，甚至我的穿着也必须按他的要求，否则他就会发飙。穿这么少是出去卖吗？宋文杰为了监视我，还监听了我的手机。有一次我去谈业务，他在手机上听到有异性在场，竟然跑到现场众目睽睽下骂我不要脸。回家后更是对我拳打脚踢，事后他还会一直对我说：“我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才不小心这么做的，你不要离开我。”那段日子让我心灰意冷。为了摆脱宋文杰的控制，
我不顾一切地离了婚，离开了这座城市，还因为严重焦虑症做了很久的心理治疗。但我做梦也想不到，他还是找来了。这次我果断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了信息：宋文杰，我在家里等你。捏紧了手机，我决定赌一把，为了不让无辜的人被牵连，这次我没有让司机送我上楼，也没有让赵宇过来。在楼下的时候，我发出了一条短信，随后回家，开着房门等着宋文杰的出现。没过多久，那个身影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我咬了咬唇，尽量平静地说道：宋文杰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们放过彼此不好吗？不可能，我们生生世世都要纠缠在一起，你逃不掉的。一副完全不听我讲的样子。宋文杰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话还没说完，他便暴怒地捏住我的脖子。你怎么能不爱我？你必须爱我，你只属于我。他发疯般的喃喃自语，我被他掐得快喘不过来气。我瞄了眼时间，差不多了。我抓起事先准备好的烟灰缸砸了下去，一声闷响后，他并没有倒下，晃晃悠悠地拿出刀刺向了我，嘴里还不停地碎碎念：哪怕是死，我们也要在一起。我没有躲弹，微微偏过了身子。恍惚间，我听到有人的叫喊声：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等我再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病房里，而不是那辆出租车上了。我知道自己赌对了，妈妈就坐在我的旁边，看到我醒了，红了眼眶。丫头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没命了？得亏没有刺中要害。她摸了摸我的头，宋文杰已经被抓了，你别害怕，他再也不会伤害到你了。看着妈妈苍老了许多的面容，我拉着她的手哭了起来。